Hello， 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眾所周知嘅喺美國嘅大學咧，我哋嘅學費係全球最貴㗎。有好多移民嘅家庭咧都好擔心啊，究竟可唔可以負擔到小朋友嘅學費咧？係啊，或者小朋友佢哋畢業之後，自己要承擔一個好高昂嘅學生貸款啊，影響埋佢哋嘅未來喎。所以啦，今集咧我哋會分開兩個部分啊，亦都係回應一下網友嘅問題啦。第一個部分就係會同大家重溫一下，要點樣去規劃你嘅家庭嘅收入同埋資產，先令你嘅小朋友喺申請 FAFSA 嘅時候得到最大嘅政府嘅資助額。第二個部分，畢竟而家有好多個學校，佢哋嘅學費都好貴啦。就算你扣除咗政府俾你嘅最大嘅資助金額，都仍然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喎。點樣去揾一間係唔會去理會你家庭嘅經濟狀況嘅，去真正幫到你嘅學校呢？事不宜遲嘅，我哋開始今日嘅節目啊！好啦，第一個部分啊，申請學生資助嘅表格，即係 FAFSA 啦。喺2年之前咧，都用2集同大家去分析過噶啦。美國嘅學生資助咧，分為助學金同埋獎學金。前者咧就不論你嘅成績啊，只係基於你嘅學生嘅家庭嘅經濟狀況而定啦。後者咧就係基於你嘅成績、學生背景同埋需要審批你先攞到噶。所以今集啦，我哋都係會只係集中係講解最容易得到嘅啊，聯邦政府、州政府同埋學校啊，佢哋提供嘅一啲嘅私人嘅助學金。而之前嘅嗰2集咧，我都介紹咗今年啊24-25嘅學年起啦，嗰個表格簡化咗之後嘅計算方式噶啦。所以今集咧，我都係唔會過度嘅去重複我已經講過嘅話題噶啦。只係想好集中嘅去講解一下喺新嘅遊戲規則之下咧，大家要點樣去做嘅啫。新簡化版嘅 FAFSA 咧有幾個主要嘅分別㗎。第一啦，以前叫做 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 啊，以前叫 EFC 啦，亦即係譯作每個家庭每年可以承擔嘅金額咧。今年起咧佢就改咗做 Student Aid Index 呢個 SAI。而可能好多觀眾已經忘記咗究竟 EFC SAI 代表住啲乜嘢㗎啦。簡單嚟講啦，就係你用你個學費去扣減 SAI，剩翻落嚟嘅就係你需要嘅資助金額啊。例如你個學費係6萬蚊嘅，你嘅 SAI 計出嚟係有1萬蚊，咁你所需要嘅學生資助，亦即係話佢剩翻落嚟嘅5萬蚊啦。當然啦，呢個並唔代表你真係可以攞晒呢5萬蚊嘅資助㗎。呢個我哋會第二部分繼續講解啦。但係無論如何啦，你想要得到最多嘅學生資助咧，你就必須要令呢個嘅 SAI 呢個嘅數字計出嚟越細越好。而雖然個名改咗啦，但係計算嘅方程式咧其實係差唔多㗎。父母嘅收入影響咧係47%啦，資產係2.64到5.64%，學生嘅收入嘅影響多啲啦，50%，同埋資產係2%㗎。而 EFC 同 SAI 最大嘅分別咧就係 SAI 呢個數字咧而家係可以係負數㗎，最多係負1500蚊。特別啦，如果你嘅小朋友係冇嘢做，亦都冇資產嘅話咧，佢可以喺父母嘅部分上面咧扣減最多1500蚊嘅呢個 SAI 㗎。而另外一個影響啦，就係有關於同時有多過一個人去返學嘅家庭，例如你有3個小朋友嘅，按以前嘅計法計出嚟嘅 EFC 亦即係你1年總共要交嘅錢啦15000蚊。但係而家每一個小朋友咧都係獨自嘅去計算佢哋嘅 SAI 㗎。雖然係會因為家庭入邊嘅人數多咗，而豁免收入嘅銀碼增加咗，而令到 SAI 減少。但呢一個嘅影響咧就唔及以前嚟得咁着數㗎。喺呢個嘅例子之中，可能呢個嘅家長咧最終係要交雙倍嘅學費㗎。第三啦，以前計算收入嘅方法咧係會扣減你每年要交嘅州稅，但係而家簡化咗之後計法下，你唔再需要輸入呢個數目。對於住喺好似喺加州呢啲等等，去州稅比較高嘅州份嘅父母嚟講咧當然就係冇以前咁着數啦。但係有辣有唔辣嘅，而家無論係家長定係小朋友嘅豁免計算嘅收入咧係多咗嘅。例如一個3人嘅家庭，所有嘅豁免嘅收入加埋一齊咧，其實係比以前多咗成40%㗎。而而家向傳統嘅 401k 供款嘅金額唔包括傳統嘅 IRA 係唔再需要計算喺你嘅收入之上㗎。操作嘅方法咧就類似我哋之前提過㗎啦，借呢啲嘅退休嘅帳戶將啲錢抌入去供款，去幫我哋變成一個嘅低收入人士，係符合呢個嘅資格申請免費嘅醫療白卡。而
而大家應該都記得啦，相比計算醫療白卡嘅收入，計算學生資助金額嘅收入咧，係你入大學之前嘅2年啊，咁亦即係話你小朋友10年班下半年起嘅家庭收入。同埋由於係唔再需要上報現金同埋其他嘅收入，從祖父母嘅名下嘅529計劃入邊提款咧，係唔再視為嗰個學生嘅收入㗎。嗱，如果咧你有興趣想知道你自己嘅收入計出嚟嘅 SAI 係有幾多咧，咁我喺下邊咧都會留翻一個嘅連結啦，咁你可以睇翻嗰個嘅官方嘅一個比較長嘅 PDF 文件啦，咁你可以睇翻點樣去計㗎。咁所以咧各位應該點樣去規劃咧？咁容許我喺呢一度咧將美國嘅社會簡單分成4個階層。咁我假設各位係一個嘅3人家庭啦，只有一個嘅小朋友。如果你一年係唔超過6萬蚊嘅收入，亦即係話大概兩公婆每人每個鐘頭14蚊嘅時薪，計算上邊同埋實際上邊，你都應該係我哋社會最貧窮嘅一群噶啦。咁但係你又唔使太過嘅氣餒嘅，咁因為喺美國貧窮咧其實係另類嘅福氣嚟噶。你嘅 FAFSA 嘅表格上面咧係會顯示一個大概0嘅 SAI 啦，而你所擁有嘅資產不論你嘅種類，不論你有幾多都好咧，都係完全唔影響你嘅資助金額㗎。咁所以啦，聯邦嘅 Pell Grant、加州嘅 Cal Grant 小朋友咧都應該係會攞到最多嘅學生資助㗎啦。而第二種人啦，如果兩公婆係超越咗6萬蚊嘅年收入，又唔超過11、12萬嘅，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咧，當然就好似我哋片頭提過嘅，向傳統嘅401K 去供款。咁假設兩公婆佢哋2024年嘅時候咧都供滿401K 咁呢度豁免嘅收入咧已經係23,000蚊乘以2即係46,000蚊。咁如果兩公婆都超過埋50歲嘅特別呢個嘅年代啦，有好多人都係比較遲先生小朋友嘅話，佢哋兩個唔使計嘅收入因為佢哋每個人咧都有一個嘅 catch up contribution 啦，咁7,000蚊嘅，加埋咧其實就係6萬蚊噶啦。咁當然啦，你可以再加埋我哋之前介紹過嘅 capital loss harvesting 兩個人有3,000蚊，所以咧其實佢哋嘅收入可以高達超過12萬，因為降完之後咧其實都係唔超過6萬噶嘛，都係可以唔計資產嘅得到最多嘅學生資助。而當然有好多個網友你會質疑啦，其實呢個3人家庭你話扣晒呢個401K得嗰6萬蚊點樣去生活咧？當然啦，呢一度咧我就留翻俾各位網友你哋自己去盤算啊。不過啦，如果你唔去咁做嘅話咧，你多出嚟嘅收入同埋你嘅資產咧，都會開始去影響你計算出嚟嘅 SAI 㗎。所以啦，呢一群人咧，我會形容佢哋喺美國咧，其實就唔算係最貧窮㗎。但係如果佢哋唔做一啲適當啦嘅財務上面嘅規劃咧，其實佢哋係會過得比頭先我哋所講到嗰班貧窮嘅人咧，過得更加貧㗎。而第3類嘅人啦年收入係10幾20萬㗎啦咁定義上面嘅中產人士，咁亦即係我叫做啦一啲係有啲錢嘅，但係佢使咗錢之後咧就會變咗反貧中國大陸都好興呢個字嘅一群人啦。呢個階層嘅人咧，除咗佢哋要規劃佢哋嘅收入之外咧，亦都係要善於去轉移佢哋嘅資產嘅種類，甚至去改變佢哋嘅生活態度㗎。父母嘅收入最多47% 咧，係會直接影響 FAFSA 計出嚟嘅 SAI， 亦即係換句話說啦，如果你係喺呢個嘅收入嘅階層入邊，其實你每多收入2蚊咧，其實你要花成1蚊去交學費㗎。其實你會唔會諗啦？其實兩公婆係咪其中一個人選擇喺呢4年之間唔做嘢半工作或者轉為自己打工等等，去換取你嘅子女去獲得一個比較高嘅學生資助咧？不過啦之前都同另外一個朋友去講開呢個嘅問題。其實如果你話你嘅小朋友都差唔多入大學啦，咁其實你個家長都應該40零50歲啦。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其實呢一個嘅年紀咧，都已經係你嘅事業嘅黃金期啦。你話為咗去令到個小朋友攞到更多嘅學生資助，而去毅然去放棄呢個嘅高薪厚職咧，我諗又唔係話好多人真係會揀㗎。所以咧，我喺下邊即係呢段嘅內容咧，我都改咗少少啦。同頭先嘅階層係一樣㗎，盡可能嘅去供滿你嘅401K。畢竟啦，呢個其實係你唯一能夠喺帳面上面去減少你打工嘅收入嘅途徑嚟㗎。呢度我哋講到啦，記住啦，係 traditional 嘅 401K 係唔包括先打咗稅嘅 Roth 401K 㗎。而除咗你嘅打工收入啦，咁當然你應該都會有啲投資嘅收入啦。你作為一個中產人士，你有收租物業嘅話，
咁啊必定係要將你報稅嘅收入降到近乎零啦。最簡單嘅方法咁當然就係增加你嘅出租物業嘅貸款額啦，用貸款嘅利息去抵償你嘅租金嘅收入。咁樣做嘅話咧，亦都可以將收租嘅物業嘅淨資產因為要報上 FAFSA 啦，降低少少噶。而你自住嘅物業當然就係相反噶啦。咁由於對於 FAFSA 嚟講，你嘅自住物業咧係一個嘅豁免嘅資產，咁你有錢嘅話就唔好擺銀行啦，因為擺銀行嘅存款咧就係一個叫計算嘅資產啊嘛。咁你就將佢抌晒入去間屋度供晒入去間屋入邊。有需要嘅話咧，咁用 HELOC 去借翻出嚟用。而用股票戶口投資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平時會有啲嘅利息股息長期嘅資本增值等等。咁可以嘅話咧，其實就轉為利用我哋頭先所講到嘅退休嘅賬戶啦，甚至係有啲人可能需要嘅用人壽保險等等嘅呢啲嘅豁免資產。而就算你話好似係529賬戶咁樣都好啦，佢唔係一個嘅豁免資產，但係起碼你啲錢抌入去咧，起碼增值嘅嗰一部分無論你話6%、8% 都好，嗰部分咧最多都係會視為一個嘅資產，而唔係一個收入。對於 FAFSA 影響，頭先講到啦，其實係2.64至5.64，咁其實都係相比起收入嚟講咧係1/10。咁當然啦，可以嘅話啦，頭先都講到啦529開嘅係邊個最好啊？咁當然就係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啦。所以總括而言咧，我都好希望無論你係喺邊個嘅階層都好，一定要預先嘅去規劃小朋友未來嘅大學嘅學費嘅開支咁呢一個咧只係現今美國嘅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咧係不可或缺嘅一小步嘅啫。好啦，咁大家而家都知道點樣去降低你嘅 SAI 啦。但係現實之中咧，有好多個學校有啲大學咧，其實佢哋嘅學費都好貴嘅你唔好話啲私校咧，你話8-9萬啦，就算你話比較平，我哋喺加州嘅 UC 加州嘅大學咧，閒閒地都要3-4萬噶。就算你嘅 SAI 係0啦你嘅聯邦嘅政府俾你嘅 Pell Grant 係你攞到最多7000幾蚊啦，你加州嘅政府我哋嘅攞嘅 Cal Grant 係攞到去最多14000蚊啦。咁其實咧你都即係夾埋咧，其實都係得2萬蚊嘅補助額啦。咁你剩翻落嚟，你都要俾1萬2萬蚊噶啦。所以咧影片嘅第二個部分咧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可以確保你嘅小朋友係直情可以揾埋學校嘅一啲嘅私人嘅補助額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經歷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噶啦。我喺美國呢度咧就讀咗1年嘅社區大學，之後咧就轉到去加州嘅一間私校讀咗3年嘅學士課程。我睇翻佢今年嘅學費啦，唔計算其他雜費咧，一年大概係7萬蚊左右。亦即係話啦，如果我按今年嘅學費嚟計算嘅話咧，其實我3年咧就總共係需要21萬美金噶啦。但係我之前都提過啦，其實我嘅學費係全免噶嘛，我亦都係冇借到學生貸款噶。而如果咧我冇記錯嘅話啦，其實當年我 FAFSA 計出嚟嘅嗰個 EFC 咧，應該就係每年係唔超過幾千蚊咁樣噶。而由於當年咧，其實我係由外州轉過嚟噶，起碼第一年咧，其實我就攞唔到加州嘅 Cal Grant 噶。但係呢間學校都好好啦咁佢係全額資助我剩餘嘅學費噶。當然啦，其實當時我就係唔知道點樣計我亦都唔知道 FAFSA 呢啲嘢點計啦。但係其實佢能夠咁樣做咧，當然就係因為佢收嘅學費收得夠貴啦。大部分嘅學生佢哋其實嘅家庭咧都能夠有咁嘅經濟嘅能力去支付佢哋嘅學費，去俾佢全費啦。所以佢先有咁嘅能力去維持到呢個嘅政策嘅啫。而我知道好多嘅家長咧，佢哋揀學校嘅時候咧，都會好集中去睇究竟嗰間學校列出嚟嘅學費究竟幾多錢咧值唔值得咧咁去揀學校。好似我咧有一個嘅前同事啦，咁佢嘅仔咧其實對學校嘅成績係非常之好噶。佢係喺中學咧嘅時候咧就全級考第1或者考第2嘅啦。但係咧佢都冇話報好多個學校喎。畢業之後咧就去咗加州呢度嘅一間叫 Cal Poly Pomona 啦，去讀呢個嘅工程系。當然啦，其實呢間學校嘅工程系咧係相當唔錯嘅。但係以佢嘅成績咧，其實仲有好多個學校可以俾佢揀噶。而如果佢作出呢個嘅選擇只係單純因為學費嘅原因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唔係幾啱嘅。所以咧我都好希望各位家長啦都要明白嗰啲網站上面列出嚟嘅學費咧，除非你話你收入好高啦，你嘅資產好高否則嘅話咧，其實就唔一定係你要俾嘅學費噶。而如果好似我咁啦如果我有下一代嘅話啦咁其實佢就絕對係唔需要去擔心佢嘅學費噶佢想去讀私校又好，讀公校都好，因為好簡單嘅爸爸有錢咧。
當然啦，又或者咁講啦，其實就係喺佢未出世之前咧，喺佢阿媽咪都唔知喺地球上面喺邊度啦嘅之前都好啊。咁其實佢嘅大學嘅學費咧就已經係喺我自己嘅財務規劃入邊㗎啦。好啦，而另外啦，有啲嘅網友可能會問啦，喂，咁其實你申請呢個學生嘅資助會唔會影響到你大學嘅取錄嘅決定咧？影響當然就有正面有反面㗎啦。我諗大家應該都唔會天真到就因為你窮就會幫到你入去名校啩。不過啦 Tommy 喺呢度都有少少嘅建議俾各位家長或者你小朋友啦。如果你話貧窮咧係呢個小朋友去成長過程之中咧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當然有好有唔好噶啦。但係喺申請嘅時候，你嗰個嘅 personal statement 上邊咧，其實你可以寫下你自己點樣去克服呢個嘅貧窮啦，呢個嘅所謂嘅障礙呢個經歷啦，同埋點解你需要呢個嘅學位？可能你係一個 first generation 去入 college 嘅嚇，點解需要去入呢間嘅學校啊？我諗呢啲都會幫助到你去入呢個嘅大學㗎。而相反啦，會唔會負面嘅影響你嘅取錄咧？就好視乎嗰間學校而定嘅喎。你話一間大學其實就算佢係非牟利啦，佢都需要收支平衡㗎。如果佢明知道嗰個學生係有經濟需要嘅，甚或至係需要全額資助嘅話，喺某個程度上係影響到嗰間學校嘅營運嘅。所以咧，其實佢係絕對有呢個嘅誘因去拒絕呢個學生嘅申請嘅。但美國係一個充滿公民監察一個傳媒充當第四權嘅國家。如果一間嘅學校佢因為一個學生嘅經濟狀況而拒絕佢嘅申請然後呢個傳媒去大肆嘅去報導，大家又試想像一下嗰個嘅公關災難係有幾大呢？再者又係邊一啲嘅機構去決定大學嘅排名呢？亦都就係傳媒啊。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啦，絕大部分嘅公校同埋大部分嘅私校咧，佢都會講到明㗎啦嚇。我係唔會理會嗰啲學生嘅經濟狀況啦，所謂嘅 need line。其實佢哋都講到明啦。我哋係 admission office 咧，其實就唔同個 financial office 咧係冇溝通㗎，所以咧佢就係唔知道你當然佢應該會估到嘅就唔知道你係窮咁去收你嘅。而呢一啲嘅學校入邊咧，如果佢哋嘅資源咧係容許嘅話咧，有一啲嘅學校咧都會講到明我直情咧你有爭幾多，我就100% 去資助你嚇。當然啦，有啲嘅資助咧可能佢係包埋一啲嘅學生嘅貸款，可能你係要有少少學生貸款去補埋佢，咁都唔定㗎。所以咧，我都好建議大家可以上網去研究一下你心儀嘅大學佢哋嘅實際嘅情況啦。畢竟我就覺得因為經濟嘅狀況而去唔選擇一啲你好中意嘅學校咧，我覺得係好可惜㗎。而剩餘係未能去滿足嘅金額咧，可能你就係需要透過學生嘅貸款啦，又或者可能你成績比較好嘅，你可能要努力少少啦，去申請一啲嘅獎學金去俾你剩餘嘅學費啊。好啦，以上咧就係今集嘅全部內容啦嚇。好明顯啦，有啲嘅內容咧我就刪剪咗㗎啦。有好多嘅事咧，我都好想留翻俾大家自己去了解嘅。而有一件事咧，我都想大家去注意㗎。就係啦，如果你讀嘅係想讀嘅學校咧，係間私校啦，咁佢哋嘅學校咧有陣時咧，佢係唔會用 FAFSA 㗎，因為 FAFSA 係政府㗎嘛。佢可能就會用到 College Board 去整一個嘅私人嘅 CSS profile。佢嘅計算嘅方程式咧係有少少嘅分別㗎。最大嘅分別啦，就例如係 CSS profile 入邊咧，佢係計算父母嘅自住嘅房屋嘅淨值㗎。但係普遍嚟講啦，其實私校咧，佢比起公校嚟講咧，佢對於收入對於資產嘅限制咧，係相對地講咧係比較低㗎。畢竟佢哋有錢啊嘛。例如你話你想去 Ivy League 嘅你想去 Princeton 啦，去 Harvard 啦，去耶魯啦，等等，只要你屋企咧，你嘅收入咧係低過10萬蚊美金啦，每一年，其實你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學費都係全免㗎。當然咧都要假設下你嘅小朋友咧係有能力俾人錄取你先可以免費學費啦，係咪？好啦，非常歡迎各位嘅觀眾，如果有任何關於美國讀書啦、美國生活嘅問題咧，可以喺下邊留個言啦，亦都可以揾到我嘅電郵地址噶啦。亦都希望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影片咧，都可以俾翻個 like 啦、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分享俾翻你嘅朋友去睇啦。我自己覺得啦美國就係一如既往噶，都係一個會令到你嘅夢想係會飛嘅地方。不論你嘅背景都能夠喺呢度得到你嘅成功噶。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